法國電力 CEO 直言，法國需要2年才能完成的核電工程，中國企業2周就能落地搞定。更打臉的是，歐洲引以為傲的核電產業，最初的基建科技框架還是当年法国協助中國搭建的，如今徒弟早已遠超師傅。道達爾 CEO 更是直擊靈魂，中國平均每個月就能建造一座核反應堆，2年就能落地一座全新大型工業工厂。同志们，最近这歐洲怕是真想把人類當羊肉串給烤了。法國那邊幾千人因為高溫徹底沒了，巴黎太平間硬生生被網友調侃成唯一避暑勝地。法國網友含淚破防，發出世紀暴論：中國豬圈裡的豬過得都比我們法國人舒坦。另一邊更離譜，世界杯踢得好好的，直接進入蒸籠模式，超級大國美國被熱穹頂死死鎖死，號稱全球頂級賽事的美加墨世界杯直接踢進巨型蒸籠。費城露天球場無頂棚無空調，數萬觀眾職業球員在近乎50度的地表高溫下硬扛暴曬，堂堂世界級賽場淪為全網最大的露天桑拿房，4600萬人深陷高溫獄井，氣溫直逼40度，體感逼近43度。曾經高高在上嘲諷中國不環保不精緻太依賴空調的歐美國家，今年被一場又一場極端熱浪扒得底褲都不剩。但最炸裂、最顛覆全網認知的，根本不是高溫天災，而是2大法國頂級能源巨頭公開向全世界低頭。法國電力 EDF、道達爾能源2大歐洲頂流巨頭 CEO 在頂級經濟論壇公開喊話：歐洲不能封鎖中國，必須主動擁抱中國，學習中國，和中國深度綁定，甚至直言不諱地警告整個西方：我們需要中國，如果不合作，歐洲必將落後。聽到這裡大家肯定懵了。曾經處處打壓、處處傲慢的歐洲，怎麼突然集體服軟，主動尋求合作了？今天我用普通人看不到的底層邏輯，貫通歐洲熱浪、美國高溫、世界杯亂象、空調霸權、核電碾壓、基建差距，一次性講透為什麼今年全球高溫大考，唯獨中國贏麻了？為什麼西方看似高端，實則早已輸掉了未來？我是白帆，大招，歡迎來到老魯知。很多人從小到大被灌輸一個觀念：西方建築高端，生活精緻，環保先進；中國人家家裝空調，外機雜亂，粗放不高級。過去幾十年，歐洲人一直活在自我感動的避暑浪漫裡，靠着一套自欺欺人的理論，優越感爆棚。英國人吹自然風，德國人吹後牆隔熱，法國人吹百葉窗降溫。西方媒體常年大肆宣傳空調破壞環境，低端俗氣。高端的文明根本就不需要人工制冷，於是出現了全世界最荒誕的畫面：歐洲家庭寧可砸幾萬歐元裝修廚房，買幾千歐元的高端咖啡機，追求所謂的精緻儀式感，死活不肯花2-3千人民幣裝一台救命空調。他們賭的是什麼？賭氣候永遠溫和，賭夏天永遠20多度，賭極端高溫永遠不會降臨。韓非子有言：千丈之堤，以螻蟻之血潰。中國最大的危機從來不是戰火硝煙，不是科技封鎖，而是平日裡無數不起眼的傲慢、輕敵、短視，看似優雅的生活方式，實則透支未來的致命漏洞。今年的全球熱浪直接把這層精緻的偽裝徹底燒穿撕碎。歐洲不再浪漫，只剩煉獄。法國40度高溫炙烤，超3000人死亡；德國鐵軌高溫變形，交通癱瘓；匈牙利核電站水溫過高，被迫降功率。能源系統瀕臨崩潰，意大利河流乾涸，海水倒灌18公里，生態全線告急。什麼叫超額死亡？不是當場曬死，是高溫擊穿了城市基建、能源、醫療的所有短板，讓老人、弱勢群體在系統崩塌中無聲離世。這不是天災，這是文明體系的結構性潰敗。無獨有偶，美國同樣難逃一劫，罕見熱穹頂天氣鎖定北美，高壓像一口密不透風的巨型鐵鍋。死死扣住城市，熱氣只進不出，冷空氣沒法湧入，硬生生把半個美國蒙成蒸籠。更諷刺的是，美國恰逢獨立25周年慶典，世界杯2大盛事，本該舉國歡慶、全球矚目，結果被高溫逼得慶典取消，賽事硬扛。世界級球場不修頂棚，不裝制冷，球員在高溫下透支體能，觀眾在暴曬中中暑暈厥。所謂的頂級城市配套，在極端天氣面前不堪一擊。全網所有人都在說今年太熱，但所有人都漏了一個最核心、最扎心的真相：
全球高溫年年有，唯獨歐美年年崩盤，中國年年穩如泰山。差距從來不是耐熱能力，是體系能力。很多人疑惑中國重慶、武漢、南京、華南沿海常年40度高溫，包括大钊前幾天去出差到保定42度，高濕悶熱，體感遠比歐洲、美國更難熬。為什麼中國從來不會出現大規模熱死、電網癱瘓、城市停擺？答案只有8個字：未雨綢繆，勝兵先勝。孫子兵法講：勝兵先勝而後求戰，敗兵先戰而後求勝。真正的強者從來不是危機來了臨場補救，而是危機沒來之前就已經布好全局，牢住底盤。歐美所有城市、建築、能源、公共設施全部基於氣候恆定、環境溫和的理想模型設計。歐洲老建築後牆小窗，只為冬季保溫，完全放棄夏季散熱。美國大型公共場館、球場追求外觀宏大奢華，完全忽略極端天氣應對配套。平日裡看着高端優雅，氛圍感拉滿。一旦極端天氣氣候來臨，所有優勢瞬間反轉為致命牢籠。白天儲熱，夜晚不散熱，房屋變成烤箱，城市變成蒸籠，基建短板暴露無遺。反觀中國幾十年的發展邏輯完全相反。我們因為常年承受極端酷暑，被環境倒逼出了一套全球獨一份的保命工業體系、基建體系、應急體系。別人嫌棄空調廉價低端，我們做到全民普及、全域覆蓋；別人忽視制冷產業，我們建出全球最全、最完整的制冷產業鏈。如今全球每10台空調，7台依托中國產業鏈生產，壓縮機、換熱器、變頻芯片、熱泵系統，全球供應鏈高度依賴中國。歐洲人現在終於體會到絕望。歐洲裝一台空調高達5000歐元一台，堪比奢侈品。想買設備全程斷貨，排隊數月。最致命的是有錢他裝不了。歷史建築不讓打孔，公寓禁止外掛外機，政府審批繁瑣，安裝師傅稀缺，層層枷鎖鎖死所有避暑出路。而中國企業直接降維打擊，你裝不了分體機，我就造免打孔、即插即用的移動空調；你電價高昂，我就做高能效變頻機型；你冬冷夏熱，我就研發雙向調溫熱泵。網友說得好，中國製造不是冷冰冰的流水線，是懂人間疾苦的理工科暖男。你有難題，我就迭代方案；你有短板，我就補齊缺口。這還只是民用層面，真正碾壓歐洲、讓法國頂級巨頭低頭的是中國恐怖到極致的執行力、產業鏈協同力、能源基建能力。就在全球高溫肆虐、歐美體系全線崩盤的關鍵時刻，法國兩大頂流能源巨頭公開炸場。法國两大頂流能源巨頭公開炸場，徹底顛覆西方輿論。法國電力 EDF 首席執行官豐塔納、道達爾能源 CEO 普亞內在頂級經濟論壇集體發聲：歐洲必須放棄封閉對抗，主動跟中國深度合作。這不是簡單的商業客套，這是西方頂級工業巨頭對中國體系的徹底臣服與認可。兩位大佬訪華之後被中國速度、中國效率、中國體系徹底震撼，說出了全網最扎心的實話。法國電力 CEO 直言，法國需要2年才能完成的核電工程，中國企業2週就能落地搞定。更打臉的是，歐洲引以為傲的核電產業，最初的基建科技框架還是當年法國協助中國搭建，如今徒弟早已遠超師傅。道達爾 CEO 更是直擊靈魂，中國平均每個月就能建造一座核反應堆，2年就能落地一座全新大型工業工厂，這是歐洲完全不敢想象的速度。很多人只看到速度，看不懂本質。我告訴你一个核心差距從來不是技術差距，是制度效率、產業鏈配套、統籌規劃的代差。道達爾總裁一針見血點破中歐差距：歐洲死在繁瑣的審批體系、割裂的產業生態、內耗的行政流程；在中國，國家定調、產業協同、土地配套、基建落地、工廠投產，全鏈條無縫銜接。2年一座全新產業園，一座核反應堆穩穩落地。在歐洲，層層審批，多方博弈，物業牽制，行業壁壘，區域內耗，一個項目拖數年、10幾年，天氣變了，市場變了，技術迭代了，項目還沒落地。管子有言：1年之計莫如樹谷，10年之計莫如樹木，終身之計莫如樹人。大國競爭從來不是一時的科技高低，而是長線布局能力、系統落地能力、風險預判能力。歐洲過去幾十年沉迷口號式環保，
形式化高端，理想化发展，放棄基礎工業，忽視民生基建，轻视底層制造，看似光鮮亮麗，實則產業空心，體系脆弱，一遇極端風險，直接全線崩塌。也正因看透了這一切，法國巨頭才敢公開頂撞西方主流輿論，發出靈魂警告，築起馬奇諾防線，封鎖中國，最終只會害了歐洲自己。封鎖中國，中國依舊迭代進步，完善體系；封閉歐洲，歐洲只會錯失機遇，持續落後，無人兜底。更重磅的是，道達爾直接給出最優破局方案，完全借鑑中國當年招商引資的頂級智慧。中歐成立51%對49%合資公司，開放合作，共享技術，互通經驗。這句話含金量極高，意味着西方頂級能源巨頭終於承認，單打獨鬥的歐洲已經跟不上時代。必須建立中國體系才能活下去、強起來。很多人依舊淺薄地認為中國贏在空調，贏在核電速度，大錯特錯。周易曰：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久。中國真正的勝利是遇困則思變，居安思危，務實落地，全鏈布局的底層文明邏輯。過去全球比拼石油，比拼黃金，比拼芯片，比拼 AI， 所有人都追逐光鮮的高端賽道。而今年的全球高温大考徹底重塑世界規則，未來稀缺的資源是安穩的生存環境，最可控的溫度，最穩定的社會運轉，是抗風險的體系韌性。現代文明的一切全部依賴恆溫保障，醫院救治需要恆溫，芯片製造需要恆溫，數據中心需要恆溫，冷鏈民生需要恆溫，大型賽事需要恆溫，電力是現代社會的血液，制冷就是現代文明的體溫循環系統。沒有底層基礎工業，沒有完善能源基建，沒有完整供應鏈，再高端的科技，再華麗的城市，再發達的經濟，都是空中樓閣。過去被嘲諷低端的空調、熱泵、壓縮機、基礎製造業，如今成了拯救西方的救命產業。過去被吐槽醜的空調外機、遍地的基建工程、忙碌的工業流水線，如今成了中國碾壓世界的核心底牌。鹽鐵論講，氣力則勢成。真正的文明高度從來不是靠光鮮的噱頭，靠的是關鍵時刻能扛得住、打不卡、穩得住的底層實力。疫情來襲，中國有口罩、呼吸機、全鏈醫療物資；能源危機，中國有光伏、儲能、水電、風電；極端高溫，中國有空調、熱泵、完整制冷產業鏈、全網特高壓調配電網。每一次全球危機都是各國工業體系的終極篩選，每一次天災大考都是在印證中國制造不可替代的價值。同志们，看着吧。這場席捲全球的溫度戰爭其實早就分出了勝負。當西方還在糾結於那套死板、內耗、充滿行政羈絆的馬奇諾防線時，中國早已在沉默中鋪下了連接全球的神經網絡。我們比任何人都清楚，文明的體溫從來不是靠那幾句高談闊論的綠色口號維繫的，而是靠那一台台嗡嗡作響的機器，是一條條穿山越嶺的特高壓電網，是每一個在烈日下咬牙堅持的中國工業奇蹟。法國巨頭的認輸不是因為他們突然變好心，而是他們終於看懂，在全球極端氣候的新紀元裡，誰掌握了制冷與能源的底層邏輯，誰就掌握了人類生存的呼吸權。那些想靠封閉來保住優越感的時代，已經徹底死在了2026年的這場熱浪裡。而中國正帶着這套能夠對抗極端環境的生存哲學，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。別眨眼，因為這場由我們主導的降溫革命才剛剛開始。我是白方大招，點讚關注，下期見。